结构决定了它能扫得更干净，但也决定了维护不可能无门槛。有望选择的不是降低复杂度，而是替你承担复杂度。你买的是托管体验，而不是一台孤立的扫地机器人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上一期试用片里，有望 T300给我留下了一个很硬的标签，托管级扫拖体验几乎不用你管。他敢喊会保养真放养，敢说半年不碰机器，但这种体验到底是真有底气，还是强包装出来的效果？答案永远不在外观里，而在它的内部与结构用料上面。这期我们不谈参数，不讲宣传，只讲真相，把 T300从基站到主机，从水路到主控电路，一颗螺丝一颗螺丝拆给大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这种实测加硬核拆解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关注支持一下，顺便投个币鼓励鼓励咱们。给大家提醒一句啊，新机器拆解有丢失保修的风险，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。这个是扫地机器人随机附带的，粗的是排污水管，细的这个是进水管，还有一根附赠的品质电源线，这个就没有必要拆了啊。这个是基站本体，机器的集成袋拉出来自动收口，地面清洁剂则倒在这个盒子里面。这一整套组件就像一个抽屉一样，可以直接把它拉出来。铝制的拉丝金属面板，集成袋部分防尘网一个。集成口硅胶材质，防止灰尘外泄。机器人清洁液补充口，基站清洗盘，透明的过滤盘，这个是咱们使用过的，有残渣。基站底板卸掉上面所有的螺丝，背部螺丝同样的全部卸掉。硅胶材质的水管固定座，两个接头，粗的排污，细的进水。机器后挡板后盖打开以后，内部的各种电机我们就一目了然了。这一边是机器的进水口，这边是出水口。扫地机器人的加水口，清水从这里出来，清洁液从底下这个管子出来，两个管子一起进入分配器，再进入扫地机器人。机器人清扫过后需要清洗，清洗拖布用的清水从这一条管道进入这个基站里面，鼓风机对水流进行加压，冲洗拖布。污水从这一根管道顺着这一个电机抽出机器外面。鼓风机封口位置加热装置一个，机器人拖布烘干用的。加热片细节，220伏交流插座，断开黄色的地线，污水排水口，排污管道总成，排污用的一个水泵，给机器人充电的两个正负极触点，内部有两个红外线传感器，水路分配器，大功率风机一个，上面有硅胶软套，排污口旁边传感器一个，右侧盖子打开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电源板。左侧盖子打开就可以看到这个控制板，基站控制板上面所有的插头全部都打了胶进行固定。先取掉风机的插头，排污水泵的插头，尾部的一个感应器排插，水路分配器的排插，充电接口排插，红外感应排插，进水口的水泵排插。打开机器的上盖。底部内衬盖子也是蜂窝状加强结构，内部的构造远远比我们看上去复杂的多啊。机器的水泵不单单是一个水泵，上面还配了一个增压棒，断开增压棒的控制排线，水泵控制线，清洁液加注口的水管把它断开，清洁液加注棒的供电线也要把它断开。三通分配器这里还有一个开关，把排线断开，水管上面还有一个开关装置，对应的排线把它断开。清洁液补给管道含一个小电机，这里还有一个感应装置，对应的排线我们也把它断开。基站入口处还有一个感应装置，对应的排线断开。电源供应线在这里，我们也把它断开。卸掉螺丝，拿出控制板。进水管加热器直接通过220伏的交流电弄成热水，机器人拖布热水洗的关键就在这里。对应的电源线直接连在这个主电源板上面，白色的管道是集成风机的，机器人内部的尘渣从这里就直接进入集成袋。220伏插座，这个是热风的排线，主电机的电源线，控制板供电线，基站的电源板，集成的电机就在这个盒子里面。拿出电机本体，底部缓震胶垫，顶部一样的有缓震硅胶垫，电机功率650瓦，进风口的过滤海绵非常的厚。
光是这一个机器人的基站啊，拆下来都堆了我满满一桌子。关于这个机器人的电路，我们把机器人拆开以后，给大家一起介绍。我们现在对这个有望 T300 扫地机器人的本体做一个拆解。打开层盒盖，拿出内部的层盒，两个圆形托布，滚刷的盖子，两个弹簧锁止结构，防缠绕的阿基米德滚刷，滚刷内部可以上下活动。取下机器的边刷，卸掉这上面所有的螺丝。打开底部第一层盖子，固定电池这里有缓冲泡棉，电池组把它拿出来，断开电池排线，卸掉机器人防撞条上面所有的螺丝。这个就是机器人半包围的防撞装置的外壳，底部的半圆固定支架，防撞感应装置，这边还有2个缓冲胶垫，一共配备4个。取下这个固定滚刷的总层，断开排线，滚刷的驱动电机，关键的受力部位采用的是尼龙材料。这个滚刷驱动装置连接层盒是用的这一个硅胶材质的护套，柔软有弹性。这是带动拖布转动的齿轮，向下滑动的时候就是对地面产生12牛的压力。白色的尼龙材料齿轮上面有润滑油。取出这一个摆轮，卸掉顶部2颗螺丝，取出机器人的白色上盖，2个按键上面有硅胶的衬垫，这就是拆开上盖以后内部的结构，非常的复杂啊。激光雷达上面的一个白色的保护盖，我们把它取下来，排线在这个地方。激光雷达组件，底部还有一个 PCB， 这上面这一块为机器人的主控制板，底部这里还有一个副控制板，大大小小的传感器排线非常的密集。这是顶部2个按键的 PCB， 按键小板通过排针连接到主板上面，一根蓝牙 WiFi 天线，右边轮子的控制加电源线，左边轮子的电源加控制线，滚刷电机的控制线。取下左边的轮子，还有一个微动开关。当我们抬起机器人的时候，轮子压紧这个微动开关，机器人就知道我们把它抬起来了。同时内部有2根弹簧拉住2个轮子，主板与副板的连接线，这个是主板与主电机的连接线。洗涤机器人的阿基米德滚刷下压的一个加压装置，控制排线把它断开，拿出它的加压电机，靠这个电机的摆动来给滚刷施加压力。左右2侧各一个高度传感器，机器正面的传感器装置。打开盖子，可以看到内部有一个主板，上面有摄像头，还有红外传感器。机器侧边线激光传感器，滚刷控制的一个微动开关设置在这个位置。机器的一个配重铁块，一共4个红外高度传感器。有障碍物时，机器人可以自动抬升机身的高度。负责人机交互的喇叭，线激光排线跟这个边刷检测控制排线在一个排插上面。边刷电机控制排线、供电线、超声波感应排线、电池充电的输入线。控制边刷摆动幅度的电机，控制边刷的一个微动开关，这个是边刷总成，控制边刷转动的一个电机。防碰撞装置，这上面的弯曲部分就会进入这个开关里面，机器就会进行避障操作。机器人的水箱加注口以及正负极充电出点，这上面还有一个传感器装置。打开 PCB， 2个 IR 传感器，卸掉副板螺丝，拿出副板，断开拖布的摆动控制线。中间这一组为拖布电机驱动线，这个是拖布电机加摇臂电机，摇臂电机的供电线，内部都是齿轮了。这一个电机转动的时候带动这个齿轮，这个拖布的话就可以左右摆动。主电机的话就是抹布转动的时候所用的一个电机。这个就是机器人的内置水箱，再看这个容量还不小啊。吸尘电机，强大的吸力就靠它来产生。这边还有防尘网、缓震胶套，把整个电机全部包住。这个是一个无刷飓风电机啊。
机器人的出水电机，润湿拖布用的。电机的控制线，3个传感器用于检测地刷和尘合是否到位。控制排线在这里。内部的硅胶水管用来给2个拖布进行湿润。这台机器人全部拆完了，这就是咱们拆下来的关键的一个主板，还有一个小副板，所有的功能全部都集成在这里面。这个桌面上就是我拆下来的这个有望 T300 扫地机器人基站和机器人身上的关键的零部件。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基站电源及控制架构。有望 T300 扫地机器人的基站，它是把供电、加热、烘干、棒路、水路、整机调度全部都塞了进来，做成了一个真正的流程中控系统。我们先从电源架构开始。T300 基站主电源采用的是 QR 反击架构。主控芯片来自上海昂宝的 OB2771，这个芯片定位偏中高端，用在这种多执行模块设备上，优点是效率够、体积小、控制稳。整套 EMI 配置非常完整，保险丝、X2 安规电容、热敏电阻、压敏电阻，再加上同带式供膜电感，这一套是按照安规要求老老实实的把传导和浪涌都管住了。刺激方面，肖特基整流，总容量940微法的主滤波电容，再配合供膜抑制网络，为整个控制模块提供干净稳定的无线电源。主电源板通过排针接口输出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3路可控规的执行排线，也是融合在这个接口上面。220伏高功率执行层，这里配备了3颗 BTA26 可控规，每一颗由台湾冠希电子的3063光偶进行隔离触发。这3路分别驱动3套独立的高功率负载，650瓦集成电机、拖布烘干加热片以及热水洗净水加热模块。换句话说，它的高压部分不是单回路遥控开关，而是3通道工业级执行架构。接下来是低压控制大脑，供电采用德州仪器 TPS54331降压，再经过适应 CH1 降压芯片，适应 L2 JPO 的 LDO 做成2级稳压，为整个逻辑层提供颗粒度更细的稳态电源。核心控制器是珠海极海科技的 APM32F030 MCU 芯片，这个芯片定位取代意法 M50，是不少国内品牌近2年开始重度采用的小型工控级 MCU。外围还配有台湾友台半导体的 ULN2003BC 达灵顿晶体管阵列，负责多路执行与驱动扩展，加上一颗苏州施瑞普 LM358 运放芯片和板子上数颗 NPN、PNP 3级管，还有数颗 MOS 管，用于信号放大、检测与开关矩阵。这一块控制板的控制的项目非常多，它要驱动主风机、排污水泵、3路分配器、3路分配水泵、机器人充电、净水泵及净水增压泵、清洁液加注泵，同时还要解析与控制尾部的及入口检测、红外检测、水路分配阀、冷热及清洁液的3通阀。一句话总结就是 MCU 逻辑阀泵执行220伏大功率，再加上回路闭环，这是一个完整的小型洗涤工艺流程机，而不是清洁配件。T300的基站在结构上是实力派，3路可控规，多绑矩阵，工控是 MCU 设计，注定清洁流程比别人更细更主动。这套架构至少是认真做事的人才会做出来的，而不是营销驱动的玩具。机器人主控系统，基站决定的是底层执行能力，而机器人本体则决定它的判断力、理解力和战斗力。有望 T300的主机内部用的不是普通扫地机常见的轻量单芯片，而是一套 Linux 主控加双 MCU 加多驱动芯片加多传感融合的完整的自制架构。我们先来看大脑，主控选用了珠海全智科技的 R328-S3 处理器，这里是运行 Linux 的应用级 CPU， 负责键图、路径规划、感知融合与整机逻辑决策，配合 XT26G02 CWSIG 的2GB 闪存
以及一颗体积极小、用于高速缓存的辅助存储芯片，它就能支撑高复杂度的路径生成、语音以及 OTA 等高级功能。这一层主控决定它不是扫一圈就完，而是理解环境再扫一圈。再看神机系统，它采用的是双 MCU 分工，主板 MCU 采用的是北京兆讯恒达的 MH2103A， 负责机器人主体的适时动作；副板 MCU MH2030A 则负责局部执行与底层管理、电机、回充、避障、传感、回仓等低延时任务都由 MCU 执行。主控负责响，2颗 MCU 负责马上动。这种大脑加神经的组合是高端扫地机器人的标志，动作执行层更是实打实的堆满器件。驱动系统中，3颗西安托尔威 TIM8870 电机驱动芯片，分别掌控主滚刷电机、主吸尘电机、拖布转动电机，再搭配2颗有台半导体的 ULN2003 达宁顿晶体管阵列，这边1颗，背面这里还有1颗，莫斯管数颗，还有几颗苏州斯瑞普的 LM358 运放，实现摆臂电机、边刷摆臂电机、主滚刷升降电机等等等等一整套机械输出系统。一句话，它不是靠一个电机打天下，而是靠多电机矩阵完成全链路的清洁动作。感知部分更是毫不吝啬，它采用激光雷达、TOF 线激光传感器、超声波传感器、摄像头、4点对地红外传感器、后置 IR 红外接收传感器、多传感融合系统，同时搭配日本 TDK 株式会社出品的 ICM42670P 陀螺仪芯片提供惯导。这意味着它不是靠单感知撞运气，而是靠多感知复合环境数据交叉校准来规划行动路线，这是从能扫迈向能判断的关键区别。通讯方面，台湾瑞声科技的 Retake 8189 FTV WiFi 模块负责联网控制与 OTA 升级，充电部分则由深圳英吉星科技的 IP2365 负责电源路径管理，扬声器由 LM4890 驱动，用于语音播报与故障提示。整机动力由深圳亿维锂能提供的4800毫安时储能电池模组提供，内部包含保护模块。这一整套架构是强悍的，但它也是昂贵的、复杂的。它不像低端扫地机那样简单加稳定，而是选择靠多执行机构、更多的传感器融合、更多的自由度换来清洁效果与智能体验。这是一台用机器人系统做出来的扫地机，而不是用家电思维堆出来的清洁机器。这一台有望 T300 扫地机器人，经过我完整的实测与彻底的拆解，它给我的结论很清晰，它不是把扫地机器人做成一个电器，而是把家庭清洁流程做成了一套自动化系统。实测里，它做到了托管级的地面清洁能力，清扫、拖地、噪音与路径规划都对得起这个价位。这一期拆解篇，我们看到它用的是3路可控规高功率执行链路， Linux 主控加双 MCU 协同，多棒多阀闭环流程，硬件层面远超传统的扫地机器人的架构。结合官方提出的有心 4S 服务，我们现在明白它真正的逻辑了。不是因为它推出了 4S 才敢说托管，而是因为它走的是复杂执行流程路线，所以必须用 4S 服务来兜底。这种架构带来的是更强的能力，但也会带来更高的维护门槛。棒路、阀路、热模块、水路老化、密封可靠性这些问题，传统扫地机器人可能10年都不会遇到，但是 T300 为了解放你的手，把清洁变成工序，这就意味着它必须替你承担结构复杂带来的后期风险。换句话说，用户买的不是一台扫地机器人，而是把麻烦外包给厂商的一整套托管服务。看完我的拆解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，它不是想搞服务，而是它必须搞服务。因为这台机器人本质不是家电，它是流程机器人，结构决定了它能扫得更干净，但也决定了维护不可能无门槛。有望选择的不是降低复杂度，而是替你承担复杂度。你买的是托管体验，而不是一台孤立的扫地机器人。测试为了了解，才是为真相，认真测摘，客观输出。我是离火车斋，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